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同龄人的共鸣。好，你看啊，我再讲一遍。首先，我们拿到一张4尺3开的宣纸，对折啊，轻轻的折一折。你看这里有一条线，然后把它翻过来，找到这条线之后，大概我们的中指到大拇指这样一坨的距离啊，你看，在这个点开始画第一个瓣，能听懂吗？你看一坨的距离，在这个地方画第一个瓣啊。现在能够确定位置了吗？要确定位置啊，在这个地方咱们画第一个瓣，注意一下我们的配色啊，配色。我这个颜料有点稀了，我再挤一点颜料。首先是太白啊，你看太白一点点，太白是2，谢谢，太白是2啊，太白是2，三绿为1，看见没有？太白为2，三绿为1啊，太白为2，三绿为1。然后拿出1小罐的金墨啊，1小罐的金墨，你大概加个4、5滴够了啊，4、5滴。它这有个小管子啊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啊，我加4滴。毛笔清洗干净。毛笔清洗干净以后，你看，把它们全部调开。哦，忘记加水了，我再补个2勺水啊，再补2勺水，谢谢你们的小墨镜，咱们再补个2勺水啊，然后把它调开，看见了吗？其实我的滴的是金墨啊，金墨。对，是这个，因为我加完这个之后，我的花头会特别亮晶晶的，就是你们自己在画的过程中就能看到，每一笔都是发光的，啊。好，蘸一点这个，好的，蘸一下我们的这个，啊，不用客气，没事，大家不要跟老师那么客气啊，威武是吧？好，蘸一下这个，你看太白啊和三绿，记得。小黄车里这个金墨不是颜料，就是这一款啊，链接1里边啊，一模一样的，加金，它会比较亮，你画出来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发光的，啊。你看，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毛笔，比较干净，可以了。就是你要调色，调脏的和干净的，取决于你毛笔的颜色，你毛笔比较浑浊，它就很脏。好，调我们的铜黄啊，笔蘸铜黄调在一起。我不知道我没用过金色，金色好像是有点发黑的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抱我好不好？你听话嘛。蘸一下铜黄啊，蘸一点点铜黄啊，你看铜黄，你看颜色加的比较薄啊，调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加点这个什么？加点这个橙黄啊，蘸点橙黄加到1/2就一半差不多了啊，一半差不多，一半啊，1/2，都可以加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啊。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珠标，蘸一点珠标啊 ，OK， 完成了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塔式的花头画到下面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？好吧，好，我们画到这个纸，你看中间偏下的一个地方啊，中间偏下这个地方，咱们加第一个花头。而且塔式花头它一般不是很斜啊，着，它是有点，你看微侧着的啊，我画在这儿啊，你看好了。首先我画第一个小花瓣怎么画的啊？画到这个地方，镜头没有歪吧？在这儿，你看第一个小花瓣，你看啊，稍微你看点，确定一个小点点，你看点，你看大的、小的，慢慢的把你的笔，你看搓过来，是不是这样一个小花瓣就可以了吧？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你们那个
那个纸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它就算放在那外面也不会有问题，看见了吗？不会有问题的啊。它里边还有个包装，看看是不是已经出来了？一个简单的啊小单瓣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画第二瓣我们怎么画？看这里，蘸一下，因为我的画法的重点其实在我的调色上面，调色调不好会阴开。你看，只要像我这样正常调色就没有问题，只要像老师这样，你看正常调色就没有问题的啊，放心就行啊。你看另外一个小瓣，你看我提高一点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先给它区分一下，然后呢，简单这个地方折起来啊，折起来，你看，区分。笔尖高一点，慢慢的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轻轻的拖动你的小毛笔，看见了吗？拖动小毛笔，家人们看见了吗？你看这一边，你看，哎，往旁边合过去一下，是不是合了一下？你看又出来一个小瓣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给你们画的慢一点啊，蘸一下这个，你看绿色，蘸一点藤黄，而且你们加完金墨之后，它不容易阴的，加上金墨作为辅助之后，它就不怎么阴开。你看我的每一笔调都是亮晶晶的，都是很亮很亮，因为它的颜料的饱和度就比较高，整体颜料的色泽以及饱和度都比较高。对，它不怎么阴，你看我笔放上面拖了半天，它都不带阴的，因为它的整体的色泽还有饱和度达到了，就不会阴开。这是再加第二朵，然后你看啊，这一边这个地方你看啊，那个黄是藤黄加橙黄加朱标啊，加的是金墨啊，在里边啊，金墨一点点，然后你看，注意了。花头要什么高低起伏？你看我在这个地方需要折过来一下，注意花头的高低起伏很重要。你看笔尖点一点一个小瓣，哎，过来，按过来，看见了吗？注意花头的对，放底色里，是的，它要注意花头的高低起伏啊，这样能听懂吗？啊，高低起伏的啊，高低起伏一点点就很 OK 咯啊，是这个东东。它就是金色的啊。如果说你用这个来写毛笔字也可以啊，写毛笔字好想你。找到姐妹了是吗？你看是不是这样就出来了一个花头的底部啊，轮廓就出现了。然后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笔尖折，慢慢的往上按，你看，哎，按，往上按。但是不要忘记干嘛，家人们？看懂了？以为不，你看。要留一个空缺，知道吗？对，刚才还在找你呢，没有，你看一下链接一就行了，没有滚，你们镜头能看见的，没有滚，轻轻的按啊，蘸一下这个，蘸一下藤黄、橙黄，蘸一下朱标啊，蘸一点点朱标，然后你看，我们继续加，你看这一个小瓣啊，咱们也是，你看，往上按，我按慢一点，你们看看啊。你看我是不是每一个花瓣都留了一个小空？你们发现了吗？有没有发现我每个花瓣都留个空位？是不是每一个小瓣我都缺了一个小空在里边？画笔蘸一下吗？其实你最好画的时候不用画笔蘸一下，但是我这不是在教学嘛，我要确保每一笔颜色都很饱和，所以就画笔蘸一下，明白了吗？你不画笔蘸一下也没事啊，这个不绝对。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花头的底座出来了？能听懂吗？花头底座出来了是不是？加到底色里，很好。蘸一下我们的太白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朱标啊。因为你看我昨天晚上我就画到后面那一朵，就很快，不用画笔蘸一下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又有个缺口？咱们一定要找位置，找缺口。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，刚才我讲过了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这个缺口呀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比较深的地方笔按下去，对吧？你看，比较深的地方按下去，比较浅的地方这个笔就提起来，听懂了没有？比较浅的地方笔提起来，比较深的地方笔按下去，
这样能理解吧？因为浅的地方，你如果也是按下去，它就很大啊，整一个花瓣就很大。你看，对吧？花瓣往上折一折，来晚的同志们，来晚的同志们点点赞，谢谢我亲爱的跳总，看见了吧？横过来啊，横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继续去包裹啊，包裹出大概2层就够了啊，你也不用包裹的很多，包裹出2层就够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是1层，你看这一边轻轻的，对吧？咱们就包了2层，对，整个笔钻进去，是的。整个笔的底色调满了就行啊，调好了就行。然后蘸一下我们这个橙黄，蘸一下猪标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啊，你看这样一个小花瓣又出现了啊，出来一个小瓣瓣。然后呢，你看把它支棱的高一点啊，支棱的高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点，毛笔往上压啊，你看注意一下，它是有高低起伏的。就是这个花瓣什么地方比较大，什么地方比较小，你一定要分别出来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你朝那中间这种凹进来的花瓣，它就比较大嘛，啊，就比较大。你看，对不对？中间凹进来的花瓣就比较大，然后呢，它折起来的花瓣就比较小。能听懂了吗？能不能听明白，家人们？啊，你看这个地方颜色不够深，你可以蘸一点这啥？蘸一点猪标去提色，对吧？提一下色也可以的啊。你看这样是不是一个基本的花头的一个底座就出来了？然后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啊，什么地方的我们哪里的花头啊，它是要翘起来的，还记得吗？上面这个地方有两个位置是在哪里啊？左边、右边还是中间？它有2边的花瓣是翘起来的，是哪2边？啊，听懂了哈，它有2边的花苞是对，左右2边是的，是会翘起来的。然后蘸一下我们的猪标啊，蘸一下猪标，它是整一个往上翘啊，往上翘。你看怎么翘？这一边点按上去，按大一点。看见了没有？这一半的花瓣啊，就往上翘，加在我们的底色里边啊，加到底色里边。弄浑浊了没有？你把它颜色都画到这个纸上，泡进去就不会浑浊。而且你这个笔上用了多少颜色，你能看见的呀，肉眼可见的。这个色上了纸，你的肉眼是可见的。你看我在这里啊，画一个小半圆了，准备开始画那个小圆形啊。你看，就是你看我的毛笔像我这样过来，我感觉它有点还有色，我就继续画。你看我这个笔上基本就没有颜色了，它会亮晶晶的啊。你看基本上就没有色了。你看我直接蘸到，你看没有浑浊吧？因为我笔里边没有黄色了，明白了吗？能听懂吗？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蘸进去就污染了，只能说明你一个原因，就只有一个原因，你的颜料里还有其他的色，就是你颜料里还有别的颜色，所以说才会污染。我的毛笔里边没有别的色了，它肯定就是那样子喽，所以颜色很淡喽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在这儿啊，加一个小花球啊，加个小花球，现在能理解了吗？啊，家人们听懂了没有？你看这个时候顺着小边底，你看笔一躺，点一下。是不是出来滴几滴？滴个3、4滴就够了啊，滴个3、4滴就够了啊。再蘸一点这个藤黄啊，藤黄色用干蘸去，对，用干净了就不浑浊，因为那肯定啊，你这笔里面没有别的颜色了，就剩点水了。染一锅那个没关系，染一锅你就用3氯去调整一下就行。你看啊，叠一叠小瓣，今天听懂了哈，昨天没听懂呀。
你看提一提小班啊，继续的，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因为你昨天没听懂，蘸一点藤黄，一点橙黄，一点猪标，你看整一个花瓣啊，你看啊，都是顺着它往上走啊，你看笔尖点按大一点，你看按开，小小的，你看甜，往上拉啊，往上拉。是不是出来了？一半一半往上拉啊，一半一半往上拉。提一下色更好看啊！再蘸一下我们的白颜料，蘸一点点白颜料啊。然后再蘸一下，其实你加别的都可以加芥末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我画红牡丹也加过，还记得吗？画红色牡丹也加过，蘸一点橙黄，它会特别的亮，不灵不灵不灵的那种。然后你看啊，所有的花瓣，你看都往这按一下，哎，你看一个一个大笔触往下压，是吧？一个一个稍大的笔触往下压，你看是不是就压成一个小圆筒形了？蘸一下我们的橙黄，我们管理员怎么又不见了？蘸一下猪标，今天榜一很威武。你看这边啊，你看点一下，哎，再往上拉，谢谢我亲爱的榜一姐姐们啊。你看，公屏颜色没换，没有，那个公屏上打不了那么多颜色的，它打不了那么多颜色，我今天就没打，它最多只能打6个字，只能打6个字啊。你看这样一个花头的质感就显现出来了，亮晶晶的颜色。我看看调整一个原相机看看，这样能看懂吗？咦，不灵不灵的，对吧？会闪吗？好，这是没有到笔肚肚，没有。好，可以了，这是原色，这个就是原色，然后你看啊，我们朝上画完的花瓣基本就好。我们管理员，对，简单的公布一下，就说一下我们这个颜色啊，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谢谢。然后你看。灯怎么变？现在好了，不变了。你看下面的花瓣怎么画？我们刚才教过的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刚才教过，每一个卷瓣下面加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每一个卷瓣下面加什么呀？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它亮啊，还好吧，不是很亮。蘸一下这个橙黄，你看一下啊，每一个卷瓣下面加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点。不亮啊，太亮了还。看到了吗？对，加一个翻版，跑了几次了。温柔的色啊，你看这个地方。我这个直播设备是横向放，对，我直播设备是专门直播间调的很亮的，不亮的话就看不见了，就很暗。蘸一下我们的橙黄啊，橙黄，可能今天这个色太亮了是吧？你看这种小单瓣啊，你看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加一个瓣啊，你看，可能我花头很亮是吧？哎，往下折，往下，哎，晚安，好的，有吗？蘸一下这个下面啊，一个简单的小单瓣，蘸一下太白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猪标啊，你看持续性的啊，你看下面这个小瓣瓣再加一加。看见了没有？所有的小花瓣都加了一遍，是不是？记住了吗？所有的小反瓣就加了一遍啊！听懂了没有？每一个小反瓣，你看，包括这个地方，你看它提亮点也可以，对吧？这个点一下屏，你看是不是每一个小反瓣都出来？我把它提亮点给你们看啊。是不是每一个小反瓣都出现啦？出现以后怎么办啊？在每一个反瓣处下面，最后那个是猪标啊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橙黄，然后呢，每一个小反瓣下面我们加什么？加卷瓣，蘸一下猪标，啊，所有小反瓣下面我们开始加卷瓣。你看我在中间这个下边，你看先在这儿来一个瓣，点，
推大啊，推大。从一个大瓣里边加什么？从大瓣里边延伸小花瓣啊，延伸小花瓣。从大瓣里边，刚才不是有人就说吗？老师，我这个里边小花瓣加不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好了，从这个主瓣里边去分，你看我分到这儿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到这儿去啊，到这个地方去分啊，到这个地方去分出一个瓣。好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再分一个大瓣，啊，再分一个大瓣，是不是？再分一个大瓣，是不是？你持续的去分它啊，去分。蘸一下我们的橙黄，会说啥？蘸一下橙黄啊，蘸橙黄啊。对，猪标，你看持续性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小一点啊，你看大一点，看见了吗？这一边是不是就分出来很多的小花瓣，对不对？看见了没有？然后我们刚才教过的呀，一半一半去分啊，一半一半去分。谢谢我蓝心姐姐，谢谢。蘸一下我们的是个姐姐吧，应该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我们的猪标，蘸一下猪标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呀，在这个你看，首先笔尖朝上把它给割出来啊。好的，谢谢小姐姐啊。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先分割一下啊，分割一下。你看笔尖朝内点一点小缺口。对吧？点点小缺口，画反面，画反面都画那么好看，那很好了，对吧？一个小瓣，好，继续的蘸一下我们的这个猪标，你看点，你看，哎，挑一个，你看，分出一个一个小花瓣啊，分出一个个小花瓣，底色就是钛白啊，这钛白，笔上一直都是钛白作为打底色在使用的，蘸一下橙黄。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我们的猪标。你看单瓣给它先分好，包括里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比较小，你看一瓣瓣去分啊。笔尖我点的是一个猪标，你看点，你看这样去分，看见了没有？毛笔侧过来分一下，分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笔平躺，哎，按下来，边按边拉啊，边按边拉，就是很多人会直接去划一笔。当然我不反对你们去划啊，但是边按边拉呢，它会这里画出来会比较好看一点啊，对吧？边按边画它会比较好看一点啊。你看又一个小层次出现了，我们继续画啊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猪标啊，再蘸点猪标。你看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笔尖去点一下，你看。笔尖点，按一下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我就是把毛笔侧过来按一下，从而你看把这个小花瓣给它按出来，是不是按出来了啊？对吧？是不是按出来了？对不对？继续的，下面这个单瓣我持续添，笔蘸一点我们的钛白，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笔蘸钛白加藤黄。蘸一下我们的猪标，橙黄，再加点猪标，然后你可以加快点速度，把它整一个都合起来。你看，顺着它点一按一个，你看2个、3个，看见了吗？我下面这个花瓣是不是合起来了？是不是合住了？你看啊，再点一下，哎啊，一个一个小瓣，给它合住就行。你看。是不是18岁？好的，谢谢。你看啊，你看这样一个小花瓣，是不是朝下面折起来很多瓣？然后再拿一个大瓣给它盖住。你看，笔蘸一下藤黄啊，蘸一下藤黄。你看我们今天的花瓣是不是横着的？今天花瓣咱们是不是横着？昨天的花瓣是什么呀？还记得昨天的花瓣是立着的？你看。啊，加一个小瓣瓣啊！我们昨天的花瓣是立着，今天花瓣是横着。好啊，一个小折瓣，是不是就出现了？这一块的层次感就很强。你看我这个为啥会差距那么多？你看我这个好清楚，对我直播间那个就有点模模糊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昨天是竖着的，今天是横着的。
然后你看再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橙黄，蘸一点猪标啊，蘸一点猪标。你看这一块直接笔点住它，点拉，你看啊，轻轻的过来，小笔触，你看边点边拉，然后横过去啊，边点边拉横过去。你看顺着这个边儿，看见了没有？折出来一个斑，踏白加3绿的，踏白是加过3绿的，有点发青，有点发青，对，角度不一样。好，你看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对，它有点发青，因为看上去。蘸一下我们的橙黄，再蘸一点猪标。其实我猪标一直都蘸的很少，不多啊，不多。你看整一个，不，其实不是说花瓣多少有难度。如果今天一定有难度，它就调色有一点小难度，只是说今天的花瓣调色会有一点点难，但是你说这个画法它其实是简单的啊，你看，画法不难，就是调色有一点点的难度啊。你看这边叠几个啊，折几个小瓣瓣，因为它的3个都是黄色，如果说你用曙红去画呢，它就太艳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选择是用猪标去画，但是猪标它就不怎么显色，昨天一样吗？什么色？藤黄，然后是猪标，然后是橙黄猪标，然后是那个藤黄。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笔，你看再加大一笔，你看，哎，横过来，对吧？给它横过来一下。对，横过来一下，你和对画法是一样的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橙黄。好，继续的啊，你看小单瓣儿，像这个地方它不是有个缺口吗？笔尖给它直接按在这儿，你看给它盖住，你看啊，哎，边盖边往下拉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它一个小花瓣啊，就想向下走。然后呢，旁边那个地方啊，继续去翻，你多翻一些，蘸一下藤黄、橙黄、猪标，把它整一个花瓣，你看按到这个主瓣的位置，你看，哎，点折过去，一个一个瓣给它折过去。然后呢，增加一点变化啊，它下面有点飘的感觉啊，飘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猪标啊，你看，整一个给它什么呀，折起来，是不是？它就这样会，你看会折过来啊，蘸一下藤黄，再蘸点橙黄，你看它已经折起来了，小一点。大一点。好的，谢谢。你看，然后呢，把所有的翻瓣你一折就好了。它其实就是什么，折瓣嘛，就是你先给它画小瓣，然后加大瓣，一折就完事儿。所以说它并没有什么啊太多的技法在里边，就是折瓣。唯一的难度就是它的配色。你看它有点比较鬼才了，其实。你看加开。对吧？你一点为什么是一竖？因为你的笔没有调干净啊，笔上是一条一条的，那肯定是一竖一竖的。你的笔如果是颜色像我这样过渡的很自然的，就不会是一竖。这个问题我之前讲过了，就是你颜色调成这样子非常自然的话，就不会是一竖一竖的，明白了吗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你调的很自然，就不会是一竖一竖的。但是你如果没调的不自然啊，就没有调干净，它颜料没有化开，它就是一条一条的，那没办法呀。你用什么都是一样，所以就是你调色肯定很急。可以啊，它就是没那么亮而已，没有这么亮。对，就是少一种颜料之后，它就没有说像这个一样这么透亮而已。所以说你们调色的时候啊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调。
对吧？有太白吧？有啊，笔尖上加的就是太白，咱笔尖上加的就太白，就脏乎乎的。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一个状态，是你的笔没有洗干净也会是脏乎乎的，或者颜色调成那种粉色，就是什么颜色都糊在一起了啊，那样是脏乎乎的，那就说明你调色的用笔不对啊，调的用笔不对，所以它是脏乎乎的。那其实也是调色没调干净，不是水滴状，干了，说明颜色太干了。对，你这都不是水滴状，就说明很干，都是糊了，对吧？这都是糊。你看这个地方点往下按，提啊往上推，对吧？说明你那样是糊，太干了啊！你看一个小瓣瓣，是不是都出来？谢谢，谢谢一路阳光的支持。你看都出现了，然后再蘸一点这个藤黄，蘸一点橙黄。我们这塔式牡丹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地方，它要的就是下面，对吧？折起来一半一半的啊。这个下面你看，给它叠一个小瓣瓣，拉长就可以了。这一边你看啊，朝下面一个花裙的位置，我们就画好了，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笔蘸一点这个白色，蘸一点藤黄啊，蘸一点我们的橙黄、朱标，整体去修饰一下。刚才我们说哪些地方比较小，腰部位置比较小，往上好。你看这些地方，你看点啊，往上按，你看啊，往上打开一下啊，就肆意的给它盛开就行，肆意的盛开啊，蘸一下橙黄，蘸一下朱标，你看肆意的盛开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点往上拉啊，大胆一点，往上拉，蘸一下橙黄，就是现在在修饰阶段啊，让它撑开，点啊，你看，对吧？整一个把它撑开，像跳芭蕾舞的小姑娘，好的呢。对吧？整一个给它撑开。下面你看有些是修饰的地方，给它修一修，对吧？简单的修一修，然后呢，朝上拉的笔得拉。这个裙子是太白加三绿加金墨、藤黄、朱标、橙黄。你看笔尖往上拉，按下。你又干嘛呀？你怎么老是？我一会儿再包好吗？一会儿包，你先去一边。好。你看，继续的往上叠啊，对吧？往上多叠一点，让这个花头看着上面比较大一点啊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爸爸不抱，我晕倒。那行，你等一下吧啊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然后蘸一下我这个藤黄，我们家那个猫一到这个点就是要抱抱了，要把它腿上了。阿宝，他已经在这儿了，他在盯着了已经。他哪也不去了，现在他一到这个点就在下面等着，然后爪子一直拔裤腿。他一直在拿那个爪子在抓裤腿。你看这个地方基本出现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点什么？用点这个脏色啊，用点脏色。那么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家人的脏色调不来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色叫三青。这个叫三青，对，这个是三青啊，三青。这个是三青，他已经无语了。这是三青，他一直等着。他刚才扒拉我一下，然后我说让他等，我让他等会儿过来，结果他走了一会儿，现在又过来了。蘸一下三青啊，整个笔加三青，看见了吗？他有时候能听懂的，就是你跟他说你现在过去，你一会儿再过来，我包你啊。他就真的就一会儿过来。蘸一下
这是加三清，知道吗？三清加的比较多啊。蘸一点三清。然后呢，我让它当正尺了。然后你看啊，我们加什么颜色啊？加的是一个三青色啊，三青色。三青色加点藤黄，一点点藤黄，三青加藤黄。那多放点藤黄，多放点藤黄，再放一点橙黄啊，放点橙黄，蘸一点猪标啊，蘸一点猪标。好的，别动啊。没事，我这个画的很慢，你们一定能跟得上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点一下，看见了吗？这个花瓣的颜色是比较淡的啊，是比较淡。是不是有一些不对，他现在他不动，他困就在那待着啊。你看叠一个小瓣瓣，叠一个小瓣瓣啊。下面呢有些花瓣是什么？是三青色的，就颜色比较蓝，比较蓝的。你看我在下面这个地方叠瓣啊，你看我叠哪？我叠在这儿。对吧？有那个颜色有一点点的淡啊，有点淡，对吧？叠一点点啊，淡色在下面，包括这旁边这里也是一样。你要放一点脏色，它会更漂亮。你看我在这个缺口处这儿，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你看，按一下上去。对吧？推出一块比较绿的花瓣，这个色好美，喜欢就好喽。啊，你看，剩下是一个淡淡的绿色啊，淡绿色，对吧？淡绿色啊，加一点点，对吧？这样整一个花头的色彩衔接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三青啊，三青。反正我们每场直播间呢，就是一周里边啊，讲几个难的，也讲几个简单的啊。好的，蘸一点这个啊，藤黄，对，这个在里边啊。然后你看啊，整一个花瓣去延伸。好啦，你别动，听话。你看这个地方的小瓣啊，往上叠一下下啊。加多出一些，你看绿色的小瓣瓣，绿色小瓣瓣，藤黄啊，你看持续性的啊，颜色好自然啊，就普通的设计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地方加点没有金墨，没有金墨就没办法代替啊，因为它这个布灵布灵布灵的颜色没有办法去用别的颜色代替的。它是没有用别的，是没有办法用别的颜色代替那个一闪一闪这个感觉啊。对吧？上面给它修饰一下啊，上面给它修饰一下，然后你看，所以整一个颜色呢就比较薄啊，比较薄。可以了，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出现了啊。所以说你如果想让它看到更富贵一下，它就比较大啊。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完成了啊。
然后把花心儿给它点上啊，花心儿点上，对吧？大花头，花心儿点上啊，你看。啊，花心儿点上。然后呢，笔蘸的是我们的藤黄，蘸满。他会看，他很听话。蘸藤黄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橙黄，多蘸一点橙黄，多蘸一点橙黄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猪标，再蘸一点猪标。那么没有蘸一点猪标。然后你看啊，上面这个地方咋点的？颜色加的比较深，你看啊，点按一下，你看。啊，你看，一半一半去加啊，你看，对吧？一层层叠加就可以了啊，一层层去叠加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叠加一下，对吧？然后你看啊，你里边的这个东西稍微给它刻画的深一点，对，它一定要爆，小的时候给它灌的。那一定要爆，回到晚上。来看这里啊，看这里。然后呢，整一个颜色给它叠上去啊，叠上去就行了。藤黄啊，橙黄，加点猪标，多蘸一点，把它整一个颜色给它叠得很深。OK 啊 ，OK， 你看。那个地方你看花瓣就是往上立着的，整一个立着的啊，整个就是立着的，它很自觉的，对，整一个就是立着的。然后往里边点一个小花心，点一个小花心。花心呢，我用的是一个小勾线笔或者是小楷笔来完成也可以啊。小楷笔或者小勾线笔去画，都可以啊。那我用这小楷的笔去画我们的小花心啊。花心我用的是太白和三青，其实你用三绿也可以啊，三绿也可以，三青也可以啊，都可以的。这个不绝对啊，不绝对。你看，笔蘸点太白啊，三青加太白，颜色就有点微微发蓝。整一个笔都得蘸的多一点啊，蘸多一点。然后呢，在里边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确定一个小点，确定一个小点点。毛笔的水分要吸干，就是这个笔尖这里一定是水分不能多的，水分如果多了，这个笔就晕不开啊。你看，画个什么呀？小五角星。会画吧？用笔尖啊画出个小小的五角星，对吧？画出小小的，画小小的。你也可以直接点上去也没关系的啊。对吧？直接点上也可以。然后呢，笔尖蘸点胭脂啊，在中间画一条线啊，画一条线。中间你看用的是胭脂啊，比较浓的胭脂，比较浓的胭脂啊，在上面画一条线，中间先点一下。深色的胭脂啊，你看，对吧？点一个小小的小心儿啊，小星星。点一个小小的星星，你看这样一个啊，花头就画好了。可以截个图，可以截一个图啊，你们可以截个图。可以先截个图啊，截完图我画叶子了，截完图我画一个叶子。其实你要是再画，它这两边还能画大一点也可以画，
就是你如果还想再加点斑啊，你可以让它更好看一点，就画的比较富贵嘛，也可以。它还可以加大一点都行。就是那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造型都可以去调整去加啊，那都是可以的，这个不是特别绝对。好的。对吧？你看你上面还可以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它会往上面，你看给它延伸出来会更好看一点。跳跳来了就跳走。可以了啊，这样的一个画头就来，这样画比较完整一点。我们现在画什么？画小叶子啊，画叶子。看一下我们的叶子是怎么画的啊？看下叶子，叶子的话，我用的是昨天用剩下的啊，对，昨天用剩下藤黄、三绿加花青去画的啊，藤黄、三绿加花青。就是首先我在碟子里边挤的是藤黄，藤黄比较少。然后呢，就是三绿啊，一点点三绿，三绿是必须要加的，因为我们的黄色如果没有绿的话，它就压不住，比较旺，就是颜色会太亮了，所以一定要用这个藤黄啊去压一压它。藤黄啊，加上我们的三绿油。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加点花青啊，加点花青，这几个都是常用色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不画雄蕊吗？稍等一下，它没干，我们等干的时候再画就行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就不用加金墨的啊，不用加金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构图嘛，因为你看它是这样斜着的，往上，枝干就往上延伸，你看从这一边伸上去，伸到这边去啊。所以说我们在画之前啊，可以把这个，你看叶子先画好啊，你看，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谢谢大家对大家这样努力，谢谢。藤黄加上三青，藤黄加三绿啊，压一压火，就不要太旺啊，这个颜色不要亮得太旺。然后呢，主要以什么颜色为主啊？以花青，因为本来咱们这个它就是黄色嘛。好，蘸一点花青，比较多的花青。你看花青多调一点，蘸一点水，整一个笔都调了比较多的花青。多调点花青。调完花青以后怎么办？加的是墨水啊，这一叠墨超好用啊！你看，加一点墨水，直接去蹭，你看毛笔的左右去平蹭。好，蹭完以后，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开始加叶子啊？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出什么呀？出一个枝干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从这个地方，你看过来，然后折下来，从这儿斜上去出去一个枝干，所以说为了让枝干出得更和谐，我们在花头的右上角进行出叶啊，出这儿。首先你看有些叶子可以压着，看到了吗？压出一个比较大的啊，对吧？压出一些比较大的叶子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压到上面去，看见了吗？你也在养老墨啊？这个老墨呀，它画在上面它就不干啊，说它不会阴的很厉害，不会阴的很厉害。好，继续的啊，我们呢继续加，就继续添叶子。你落笔的时候呀，要稍微的自然一点啊，放松且自然啊，放松且自然，平拖走笔，放松且自然。蘸一下我们的墨啊，你看这是第一片叶，第二片叶注意了什么？要留点什么呢？
这个地方分出一支在这儿走，好，你看啊，点，对吧？把叶子啊给它加盆地上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出来一些，是不是啊？笔尖呢可以轻轻的点一点啊，笔尖可以轻轻的点一点啊，把这个叶子的造型给它表达出来，叶子造型表达出来。差不多了，我也都是毛毛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点墨啊，你看这一边咱们就画个3组，好不好？啊，再画一个3组，不用，就不用加新墨了。你看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笔尖点一片，那拉一下，用笔尖，别忘记用笔尖顶一下，对吧？用笔尖顶一顶会更好看，对吧？顶出一个小尖尖啊，顶出一个小尖尖。你看，包括你在这些地方，你看，哎，往上拉一下，对吧？就因为它存了很久，就跟我们北方做馒头的老面一样啊。你看这一边的叶子就出来了，看懂了吗，家人们？这个叶子就出现了啊。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继续添啊，不着急。就上面那个角落里的叶子，咱多添一点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。而且我的叶子，主要是我的叶子不多呢，对，我的叶子不多。你看，朝这个地方拉一片上去。对吧？主要是我的叶子不多，对，那一片的叶子呢，那一边的叶子组合也比较少，谢谢，对吧？一组组的小叶子啊，然后你看那个地方加叶子以后，我们一会儿要准备干嘛？在那块出枝，所以说不着急，你看啊，顺势的可以朝那个地方先出一个小枝子啊，毛笔啊清洗。啊，蘸一下我们这个啥，蘸一点赭石啊，蘸一点赭石，蘸一点藤黄，你看有点淡淡的颜色啊，有点淡淡的颜色。然后呢，笔尖啊蘸一点我们的墨水，笔尖咱们蘸点墨啊，你看，我这样，哎，我给你掰一块吧，这样子，给你掰一块下来，下面特好用，对吧？然后你看。笔尖蘸点墨水啊，画哪里？就是我们在这一边，你看，它是往上折的啊，你看折上去一些叶子，从上面折上去一段小枝干。毛笔咱们走的是侧锋，你看折过来，你看笔尖啊，怎么样比较好画？点，看见了没有？侧锋学会了吗？侧锋走笔啊，你看过去一点点。啊，因为我看中锋大多数的家人都走不好，所以我教你们啊，怎么样走的是侧锋，对吧？侧锋会比较好走一点啊，侧锋会比较好走。看到了吗？就这个笔啊，就这样子，那侧着刮过来啊，刮过来，侧着去刮会比较好看一点啊。然后毛笔把它调整成绿色，藤黄啊，然后蘸点我们的胭脂，藤黄去蘸胭脂，藤黄啊，笔尖呢蘸一点点的胭脂，有点微微发红的情况下，你看怎么加？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折上去啊，往上折，再折一个小枝干出来，你看怎么折啊？会比较好看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点在这儿，一折。看好了，笔尖点一下，向上一拉，对吧？拉出一个啊，老莫自己养出来的啊，自己养，你看，点一下一个小筋，看见了吗？点一个啊，那个地方是比较嫩的啊，比较嫩的一个，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嫩的啊，一个那个比较嫩的一个枝啊，比较嫩的一个枝干啊，能听懂吗？听懂打个1。咋一直发消息呢？看到了吗？
比较嫩的一个枝干，这个地方啊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打个1啊，就是你一直往里倒就行了，一直往里倒，是不是往上挑出一个比较嫩的枝啊？顺势的啊，来顺势，你看藤黄啊，藤黄沾一点点的胭脂，你看一点点，在上面你看啊，加一个你看比较小的一个小叶儿就出来了，同志们听到了吗？看懂了没有啊？你看比较小的小叶儿，你看就出现喽，是不是就加那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啊，一个小枝干？好，这个地方你看再添一点点小叶子啊，让它稍微灵动一点。你看两只啊，就是点赞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看见没有？这样你看上面这一块叶子翻转的这个层次就被风吹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被风吹过去了啊，再沾点胭脂，这样有意思吧？谢谢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，你看有些叶往下折，往下折啊，你看折下来啊，折下来，再往上往下折啊，再往上折一点点。对吧？多折几个小叶子啊，你看。然后你看你那一边的叶子处理的就比较丰富了啊，上面这一块叶子我们就处理的比较丰富，比沾点藤黄多放一点。你看咱还有橙黄没用呢，再多放点橙黄啊，再多放点橙黄。你看在这个旁边，你看啊，你看。对吧？拉一点，你看不一样颜色的小叶子出来就行了啊，对吧？拉几片不一样颜色的小叶子啊，谢谢，救命，那我好感动啊！二宝，你走开好不好？让爸爸纸放下好吗？好，听话。然后你看，那基本上你看这样那一块我们都处理好了，处理的比较修长，也比较修长。然后叶子呢继续加。我们就边画边加叶子啊，在画的过程中一边画一边加叶子，谢谢。藤黄沾一点花青，藤黄沾点花青啊，边画边加叶，藤黄加花青。老墨就是你就每一次画的时候呀，倒点墨水，然后你用完之后呢，也不要去洗它，好不好？你用完之后你不用洗它就留下来，结果它就会一堆堆在一起，就变成老墨了啊。一堆堆在一起就变成老墨了，蘸一点我们的这个，你看这个叶子，那些叶子往上翘，那下面这块叶子怎么表达呀？咱可以往下翻，你看啊，叶子不多，点一片啊，就一片，叶子不多啊，往下一翻即可，对吧？这就是一片了啊。你看旁边可以像我这样复一笔，挑一下。对吧？这样一个，你看这个叶子直接就出现了啊，直接就出现了，加一个小点点，对吧？对，可以一直囤着，一直囤着就行。咱们叶子每一次就是你画的时候，就按组数一组一组的画，按组别去画。你看到这个地方往上走，啊，往上走，屏都戳破了，天哪！是不是？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个叶子是什么呀？包裹在旁边的啊。你看有一只从这翻上去，翻上去啊，翻到上面去，对吧？翻到上面去，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花青。你看，注意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疏密度啊，疏密度。啊，点一下下，注意一下叶子的疏密度，谢谢亲爱的姐妹们。你看，点折，你看有些叶子覆盖过去也没关系，折过去就折过去，你看，对吧？折过去没事的，看到了吗？折过去没关系。二宝，你有头喝？你要是偷喝我颜料水，我打你哦。好的，好，晚安。那他在偷喝中被发现了，
阿宝，你老是喝我那眼药水，中毒了一会儿。他就假装我没看见，其实已经他用那个爪子蘸了一点颜料，然后拿回去舔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啊笔触蘸一点清水，啊，洗掉一点，蘸点藤黄。他以为我没看见，他以为我没有看见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一下，对吧？加几个比较小，加几个小叶子啊，打它也不管用。你看这样整一个叶子的质感就有了。你看像这些地方加一加，对吧？添到里边给它添一添啊，添一添。然后笔蘸的是我们的藤黄啊，毛笔蘸的啊，没有，没关系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三绿，你怎么这么诚实呢？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我们的胭脂，笔尖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然后我们注意了啊，你看顺着这个下面啊，你看我们这枝干怎么长啊？你看加一个小叶脉啊，小叶脉啊，不是小花萼啊，你看下来。然后推开一个小花柄，你看点折下来之后，你看哎1、2下来，看见没有？给它这样折起来啊，给它折起来，对吧？往上挑一个啊，小枝干，你看撑着它啊，撑住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呢不够好看怎么办？你看笔尖蘸一点胭脂啊，比较干的情况下，咱们再来一笔，对吧？用胭脂再去提一下啊，提一下，用这个胭脂给它再提一笔。然后像这个地方，你看这地方它是不是分开啦？分开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笔像我这样点向上往上拉一笔啊，拉一笔，拉出它的什么呀，家人们？叶子，对吧？拉的细一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就要扭一扭才漂亮。你看点，对吧？扭一扭才会比较漂亮啊，扭一扭啊。你看整一块比较软啊，整一块比较软。然后我们毛笔啊，你看边画叶子边画枝干，谢谢。边画叶边画枝干，蘸一下我们的赭石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啊，蘸一下赭石，蘸一下花青，我中间好幽默呀！啊，蘸一下赭石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也活得还不如我们家二宝，他零食可多了，我吃的没有他多。你看这个枝干，你从旁边给它这样错开，错到一边去啊，错一边去。你看，给它错开啊，错到一边去，就是这个毛笔啊，轻轻的一扫就出来了，轻轻一扫就出现了。而且这个枝干很少，应该是你们喜欢的。枝干很少，内容不多啊，内容不多，枝干很少。这个啊，这画头吗？这个画的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塔式啊，塔式。对，塔式。又开始错乱中。好，继续的啊，一个枝干不够的，我们一般情况下需要加2到3个啊，一笔就好了。对啊，是一笔就好了呀。我教你们画一个简单的枝干，就是笔蘸的稍微黑一点，然后你用纸巾把这个笔稍微吸掉干一点，好不好？对，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姐说他们啊喜欢这么画是吧？那我教一下你们吧。你看比较干的情况下，你看啊，朝这一边去点，你看。给它拧一拧，你看笔尖拧，你看，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很干？学会了吗？但是这个只适合我们初学者去使用啊
啊，初学者使用是没关系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看，像萤火虫啊这些会画的，你看啊，然后你看用这个深色的墨再去填，看见没有？对，这样去填，但是这样子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咱们能一笔画出来，因为咱们这个国画还是得讲讲这种笔墨的味道，偶尔也得练练基本功，练练基本功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点点滩。就有家人跟我说啊，他说这样会比较好学。那是的，这样是比较好学。啊，对，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。你看用这个墨，你看再给它添一添，看见没有？再走一笔啊，对，这样是比较好学的。我也承认啊，我承认。啊，课程吗？在这个链接里边啊，链接三，管理员在吗？啊，你们介绍一下啊。对，大家可以帮忙介绍一下，我把这个课讲完先。OK 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啊。你看它是一段一段的向上走，一段的向上走啊，一段一段向上走。对，大家有使用过的人帮老师介绍一下就行。蘸一下我们铜黄，蘸一下三绿，笔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。可以啊，差不多。你看这个地方呀，你看啊，结疤这个地方，点往上扭一笔啊，往上扭一笔。就这个，因为它的那个牡丹的那个什么花和就叶梗这一块，它就是比较柔的，它比较柔啊，没有那么刚，它没那么刚。啊，往上面再提一提，往上面再提一提，基本上你看。这样一幅图就有了，一整幅图我们就出来了啊！对，4个月是已经快成大师了，你跳动就有大师，就有大师，我跟你说。然后你看我们是不是啊？蘸一下我们的铜黄，蘸一下铜黄，蘸一下我们的三绿啊，三绿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花青啊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淡墨。你看这个叶子怎么画啊？你看。我在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点往外一拉啊，拉出一笔啊，拉一笔。你看，注意这个叶子用笔，你看还得回一笔啊，回一笔会比较好看。你看，对吧？向内走几笔，你看向内走几笔啊，向内走一点点。然后你看整一个叶子的一个走向和朝势啊。它都得把它调整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铜黄、三绿蘸一点我们的花青，都是一样，都是加的花青。笔尖稍微蘸的浓一点，你看这个叶子是已经往上翻了，那么这一片叶子尽量不要，我们往下走。看见没有？这片叶子是往下走。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样去表达起来，整一个你看。叶子的翻转的造型会比较多一点，它的造型就会比较灵动，比较灵活啊。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这最容易入门是吧？啊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你看持续加，好的，谢谢。你看小叶子继续加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一块我们把叶子多处理一下啊，多处理一下，你看。是不是这样叶子基本就完成了？啊，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朝下面再添几个啊小叶子，蘸一下铜黄，这样铜黄蘸一下我们的胭脂，啊，你看我画这个叶子，我的毛笔是脏的，发现了没有？看见了吗？我毛笔是脏的，能看到打个1。我这个毛笔是比较脏的，就是要调的不干净。你看看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看见了没有？你调的不干净的时候，它抛开的颜色是各种各样的。看见了没有？不干净的情况下，它毛笔剖开去的色就是各种各样的。你调的很干净，它是一溜，可能是这个色啊。这样，现在这样能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好的，是不是这样一个整体的色就出来了？它的抛开去的干净程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。不是说脏就是不好啊，咱们有的时候不能这么绝对，好吧？啊，不能这么绝对，它就是要脏脏的啊，就是要脏脏的。
好，你看我们再蘸点脏色，藤黄和三绿，你看我这个笔就调的很浑浊，调的不干净啊，调的很浑浊不干净。然后呢，你看我这个朝上面继续画啊，你看添一小笔啊，添一个小笔触，添一个小笔触，对不对？添几个小笔触啊，添几个小笔触啊，小小的啊一个啊小笔触，小小的不大啊不大。你看这个地方又添一点比较小的笔触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OK， 添点小笔触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看一个小笔触啊，你看，太能闹了你们。你看，整一个枝干、叶子和枝干我们就已经出现了啊。然后呢，对，脏色就是混色，那应该叫混色，不能叫脏色，不能叫脏色。我们脏色已经是那个代表词已经有了，然后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，然后我在上面、下面整体的给它修饰修饰，我们这个花头就画完了。啊，整体的给它叶子不用调太匀，画这个脏色的叶子就不用太匀，哎，这个脏色叶子咱不用太匀啊，没关系，畅所欲言吧你们，没关系，直播间公开的平台没事，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大家很幽默啊，很幽默，那你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，我画好了已经。OK 啊 ，OK， 有些还是得需要，你看去，比如像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有一些还是需要修饰修饰的啊，去调整调整，就那样会让它整个画面比较饱满，看上去。OK 啦。然后蘸一点赭石，啊，比如说你还有什么地方？比如说像这个枝干啊，这叫塔式啊，塔式。你看像下面这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我想再出一个，你看，对吧？添一个小笔触，啊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啊，添一个小笔触。好了，这样呢，我们一个完整的画头就画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点一下蕊吧。很多家人说这个蕊点不来是吧？蕊点不来，我教一下你们。这个塔式的蕊啊，它是要分层去点啊，就是要分成一层一层的啊，分层一层一层。就是我这个蕊，我用的是胭脂，胭脂加上曙红去点啊，胭脂加曙红去点，分层点，一层一层的点啊。首先我笔尖蘸的是胭脂，是曙红，也是曙红，曙红加一点这个胭脂。毛笔清洗干净以后，你看啊，笔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加点胭脂，只会3点不会差是吧？就是说它这个花蕊跟宝塔一样，下面一层层的垒上去的，一层一层往上垒上去的，所以叫塔式，跟宝塔一样。来，我们看这里，我点一下花蕊，点一下花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小花蕊我们就使用小豆芽啊，小豆芽去点，好吧？来，请看分成几个位置，你看像里边聚，这是第一点，你看点一点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小点点往里边包，这个地方点一点，往里边包，这个地方你看点一点，向里边折，现在能理解了吗？对，这个造型是向里边折的啊，我终于可以坐一会儿了，是吧？你看朝上，你看。点，咱们分了几个点？一共分为4个点去表达啊，听懂了吗？分为4个点啊，分为4个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蘸着我们这个曙红，蘸点胭脂啊，你看怎么样去画才好看啊？你看，比如说我先画右边这一组，你看靠近花瓣边缘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很小，先加出第1层，很小很小的花蕊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你们，还能近吗？我看看，
啊，这不能近了，就这么近，就只能拉那么近了啊，不能再近了。你这样能看见了吗？啊，只能拉到这个程度了啊。你看这个蕊一个一个的啊。好，点完这一层以后，你看，哎，顺势，你看啊，要一组一组的点，看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组，好吧？你看这一边再来一组，1、2、3、4，看见了吗？小豆芽，我们再来一组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去点，你也不要说你一次性给它点完，慢慢点就行，直到把这个蕊你看都插在一起啊，你看，它就很有厚度，是不是你的豆芽？对，你的豆芽是不是就很有厚度啊？一点一点的，你看密密的啊，你看。好，最外层啊，点这个小豆芽，里边的这一层都是这种，你看，里边的蕊都是什么点？从外而内啊，对，从外而内点，外面是从里到外点，听懂了吗？啊，这样能明白了没有？就你看，包括我这个蕊啊，你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啊，四个去点，四个去点，这是第一组。你看第二组，1、2、3、4，是不是又一组啊？看见了吗？谢谢冷香，看见了没有？我们再来一组，1、2、3、4。你看这个蕊，它点的很密很密很密，而且很茂盛，中间给它留点空位啊，不一定给它堵死嘛，对吧？你看1、2、3，三个，好，1、2、3，三个，你看。是不是分成很多个三个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分成很多个三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从外面点啊，你看外面的就是画成什么小豆芽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密，对不对？整个蕊点的很密啊，很密。然后你看上面这个地方也是三个点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就三块合在一起啊，合在一起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我有一次在直播间讲过，我之前在直播间讲过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是不是？三个给它分开啊。你看这个蕊一个一个还特别清楚啊，一个一个蕊还特别的清晰。那么上面这个蕊你就不能再把它往里折了，它是往上翻的，你看。啊，你看往上翻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往上翻。OK 啊，你看这样一个蕊呢，就是整一个它的质感就是比较密啊，比较密的啊。啊，你开心就好了。OK 啊。可以看一下细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，它每个都很清楚啊，对，它一定是每一个都很清楚的，一个是一个，你不要画着不知道画到哪里去了，就很麻烦。它是每一个都很清楚，一个叠着一个，然后我们勾一下燕麦啊，勾一下燕麦，对，它每一个一定要很清楚，然后蘸一下胭脂，你看。笔蘸点胭脂啊，笔蘸一下胭脂，胭脂蘸点清水。我一般点不会用浓胭脂去点，一般都是淡胭脂加一点点的淡墨啊。来看一下燕麦是怎么勾的，就是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燕麦是咋勾的啊？看好了，燕麦的勾的方向，你看笔尖看见没有？往上甩，往上甩。对，你往上甩啊，这个笔这样甩啊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笔往上